裝潢該怎麼弄？工業風3大設計關鍵加3個隱藏成本。為什麼工業風做起來不是很便宜？先說結論哦，你要純種的工業風，好看起來會非常好看，但是布置的好看很需要功夫跟金錢。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那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該提供高級設備給房客嗎？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今天又忙到超晚，回家就癱在沙發上，肚子就餓得不行。我最近找到一個超棒的解決方案，就是直接拿出這包藍海鑽。它現在已經變成我的頂級宵夜了，尤其適合我們這種拍片的人啊，那作息很亂，或是加班到很晚的人。那你有看過我的直播的話，應該都有看過我在直播上吃的就是這個。我這真的是蠻好吃的哦，我爸媽都說好吃哦，它吃起來不輸現煮，我自己也會買來囤。那我平常的作息拍完影片麵店什麼的都關門了，所以我之前都是在超商隨便買也吃得很膩了。但是現在我回家就可以煮藍海鑽來吃，其實也不算煮啦，就是把水煮滾丟下去，然後把麵撈起來，調理包隔水加熱就好了。只要你會煮泡麵，你就會煮這個那我認為這個藍海鑽很厲害的地方是，它是真的很用心在搭配像這包紅燒牛肉麵用的是寬麵，所以它的麵體吸飽湯汁以後咬起來非常過癮。然後還有另一款番茄排骨麵，則是改用細麵。你看這個細麵這樣一吸就會把那個微酸微甜的湯頭一起帶上來。這種不同麵體的搭配，這就是懂吃的師傅才能煮出的傑作。而且你看這個牛肉，哇，這不是泡麵裡那種有跟沒有一樣的碎肉它是用澳洲的頂級牛腱心，每一塊都又大又厚，這才叫做吃肉。說真的，這包完全刷新我對調理包的印象，完全不輸外面大餐廳端出來的餐點，而且分量很實在，男生吃一包會飽，女生分2餐吃剛剛好。好了，不講了，我要繼續吃了。如果你也想吃的話，這是我幫你爭取了超划算的限時團購優惠，紅燒、清燉、麻辣、番茄，各種口味的牛肉麵任你挑選。你不吃牛也沒關係，還有日式叉燒拉麵跟排骨麵可以選。那個叉燒超厚又超大塊那我自己建議你直接選6盒2439的方案，這樣算起來一包只要200出頭，而且會多送你一包雞湯。相信我，你只要吃過一次藍海鑽，你就真的回不到泡麵的世界了。支持台灣品牌，又能填飽肚子，一起吃起來。今天我想跟你討論工業風的裝潢要怎麼做這次是裝潢風格嘛？這一樣我是問漢一陳老闆的，反正我現在有裝潢方面的問題，我是都問他。那個觀眾朋友來問我，我不會，我就是問他就是這樣。那我們先看一張工業風裝潢的圖片我們可以透過這張圖片來窺探工業風的設計重點。首先是第一個，開放格局跟結構外露。這種設計風格最大的特點就是空間看起來非常通透寬敞，不會被太多隔間阻擋視線，所以會呈現出一種自在隨性的風格。第二點，大量使用金屬跟水泥的元素工業風的空間會到處充滿各種金屬，例如家具的支架吊燈、樓梯扶手等等金屬做的，然後牆面就直接水泥或是磚，不再額外上漆。而且這種風格有一個好處，就是說如果你遇到建商留下很多管線外露的情況，那也不用特地做天花板把它們都包起來。像這張圖這我用 AI 改的，就管線自然的融入工業風當中，反而有一種獨特的味道。好，第三，透過燈光強化氛圍。工業風的核心在於還原那個金屬材質的本色不然就木，不然就磚的那種本色。如果你用吸頂燈的話，或日光燈你就會把所有細節都照出來那看起來就像一個工作間，看一個倉庫會顯得很刻板跟那個單調。所以就利用那個局部照明讓粗獷的材質產生立體感。像這張圖這個就是透過光線來凸顯水泥跟金屬這些材質本身的質感，然後建議選用就是暖黃光啦什麼色溫3000K 這樣子的燈泡來平衡金屬與水泥的冰冷，讓你感覺走進一個深夜小酒吧這樣子慵懶跟放鬆。再來你要知道容易搞砸工業風的做法那我們接下來講你做了哪些事情會很容易把工業風這件事情搞砸，而且幾乎無法挽救。來，首先第一個，用壁紙來假裝磚牆，這很便宜嘛不要笑很多人這樣子做我去看一些中古屋已經有看到了還有很多商業空間會出現就用壁紙
來做磚牆，你看這是不是有那個熟悉的感覺？有一些商場或是剪頭髮的店啊、酒吧啊，他們都會這樣子做，這是成本上的考量，因為他不可能整面牆敲掉那邊重做嘛，就貼壁紙就結束了。那這不代表你可以直接搬到家裡來那很商空很商業空間的做法。我們回到家是要放鬆是要舒服，不要回到家像走進一間理髮廳一樣，走進一個酒吧一樣那還買那個壁紙貼來貼，那個質感也出不來，看起來很詭異而且還有一種廉價的感覺。來，第二個，硬上不合理的裝潢，例如說你的樓高你就沒有很高，然後你想說工業風就要來一個工業風大吊扇，像這樣這種大吊扇旋轉起來壓迫感很重，搞不好你站起來你還會怕怕的。那你小時候一定也幻想過教室那台老舊的風扇轉一轉突然掉下來就變成血滴子直接在那邊 pentakill 這樣這種心理陰影真的不要放在家裡，你們不能回到家還在那邊擔心啊怕怕就不 OK。第三個，把家裡搞成五金行這個就是有點走火入魔。有些人會想說他家就工業風了，所以每個家具都要怎樣有機械感金屬感才是真正的工業風，然後就買了那種带齒輪的時鐘，仿佛回到那個蒸汽時代這樣就算了家具還要塗防鏽漆，整個家看起來像回收廠我也用 AI 模擬了一張，先說這個看起來也很誇張。那你看這種房子，這是家嗎？這不是吧？這是哪邊的一個我也不曉得，歐美黑道裡頭會出現的東西吧？幹嘛把它搞成這樣？那你老婆一定不會同意的啦不然就是要改裝潢不然你要麼改裝潢要麼他就改價之類的。最後你要知道對工業風的錯誤印象最後我們來講說，很多人對工業風的設計最常先入為主的印象就是這看起來應該蠻便宜所以我想要省裝潢預算，我就來走工業風，因為看起來就沒什麼裝潢天花板也不做，家具都用鋼架是要貴到哪裡去但是工業風做起來其實不是那麼的便宜。首先你雖然看到它叫管線外露，不是說它到處都在那邊爬管子爬線而是要請水電師傅幫你整理過，然後把各種顏色的線材都要藏在金屬管裡面，這個工不會便宜的。你如果去外面報價，應該會比你直接釘天花板還要貴很多。然後你說牆面外露，沒有那個都是精雕細琢的水泥然後磚可能為了你這面磚牆的質感砌磚師傅還要重新來弄，上很多層保護漆不然的話，而且磚很容易吸水，所以一定要起保護漆。起保護漆之後，不是你那個工序搞那麼多，就這樣第二個，通透感超級棒。有些人很喜歡工業風所帶來的寬敞跟開放感，覺得住起來很美式這樣住起來很舒服。但是你再看一次這張圖，我就問你两件事你要想象就知道。来，第一個，你冷氣是不是很貴？你要整個通透嘛，所以你冷氣吨數就要選非常的大嘛有沒有隔間什麼的天花板有沒有隔，所以你这一下吹到涼蠻耗電的那再來住起來很危險，工業風的家具邊角都比較就都金屬也不会去做多餘的修飾或是有它改圓弧之類的，那個圓弧圓下去就不怎麼工業咯。例如說這張客廳的桌子直角是直角就算了，還包鐵片不小心切到輕則紅腫，重一點就破皮。所以我認為工業風你真的要做到位，真的會很貴根本便宜不下來。它不像北歐風或是無印風，就是基礎建設好，然後其他都是擺一些家具家飾軟裝。工業風十之八九連基礎建設要花的錢都是遠高於那什麼 IKEA 風無印良品風。真正的工業風設計要講究非常多的細節，還有布光燈光要怎麼打，然後還有金屬材質的選擇，這東西就比較小眾，所以你買起來會比較貴，你會花更多的心思跟成本才會達到理想中的樣子。那如果你對工業風有興趣，而且人在雙北的話，一樣去找漢一陳老板你加那個 LINE 來討論他們這方面的經驗也蠻多的。或是你不是住家，你是商業空間，你就想要一個工業風的店就去討論。好，那我們整理一下，我們今天講的工業風裝潢要怎麼做容易搞砸工業風的做法是哪些，以及市場對工業風的一些錯誤的印象。那我也為你分析了工業風設計的核心元素，包含開放式的格局跟結構外露大量的使用水泥跟金屬元素，善用燈光來營造氛圍，同時也指出了常見的地雷，例如假磚牆壁紙跟硬要做不合理的設計，就那個吊扇那我也提醒你，要做出正統的工業風其實不是很便宜，從管線到牆面每個細節都需要專業處理。那如果你對工業風有興趣，那想要達到理想的效果，建議你找專業的設計師來詳細討論跟規劃。
最後我想問你，你認為工業風帥在哪裡？鋼鐵就是有這種美感，B 我喜歡通透的感覺，C 不用保養，因為它鏽掉反而是另一種風格。對哦，講八卦之前先打個岔。長期看我的朋友都知道，高雄置產要找誰？找台灣房屋美術之星店林店長。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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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個 go， 免費的哦。那每隔幾天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增值潛力的房子被po出來。那跟我說好友已經加到超過7000人了，真誇張。那想置產台北市、新北市的朋友，就加台北101蕭店長的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買台北這樣。那讓蕭店來幫助你成為天龍人。跟我說已經超過2000人加入了，趕快加，越早加入越早挑案件。買了雙北，你想要裝潢，你就找漢一室內裝修啊。裝潢找誰？不是找，就是怕被當盤子敲嘛。我就推薦漢一陳老闆，反正問不用錢。小老鼠漢一HANYI 漢一，你想要只做一間廁所的翻新，這都可以哦。反正你先問，拍照傳過去，去丈量討論之後再說。漢一很有實力的，資訊欄裡都有連結。那你看全台房市冷淡中，高雄的重大建設卻一個都沒有停。那你不趁現在挑房子，你是要等重大建設落成以後，你去搶貴的，你才高興是嗎？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我把高雄置產增值的寶藏都埋在那裡了。如果你是蘋果手機，你記得你要用網頁來加，你不要用那個內建的 App 來加，不然會被多收蘋果稅。反正我就一直研究一直拍，那能拉抬房價的高雄市蛋黃區重大建設，那有阿元看房系列，就直接帶你去看會增值的房子是長什麼樣子。現在加入就能獲得幫你整理的高雄重大建設都不用猜我自己也有買高雄，所以你放心，你看到的真的就是我自己正在身體力行的功課。現在就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馬上加，馬上開始抄作業。最後提醒你，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你買在重大建設旁邊配合政府的公益出租人的政策，做個好房東，守住房子，自然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剛看 YouTube 的後台有 74% 的觀眾朋友都在看而已，沒有按訂閱就這樣還有55000訂閱，那就麻煩你幫我按訂閱，應該不久後就10萬了。10萬有什麼好處這樣我就會比較爽。對，按了嗎？按了好感謝你的訂閱。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工業風是這樣它為什麼會流行起來？是因為大家覺得它很便宜就去做。然後你看工業風現在是不是退流行了？你現在一間房子整個整理成工業風，我跟你說那個買方會少非常非常的多，因為在決定買房子，男生都沒差，女生看了他就不喜歡，所以你不要去做。如果你是置產，你不要動這種心思，就是說我把我的房子整理成一個很特殊的風格，很厲害的風格。我跟你說喜歡會很喜歡，但是你的受眾會變少非常的多。如果你是一般的那個 IKEA 風的話，來看你家房子可能3個月可以有100組人。你改成工業風，人家看到照片他就不來了，你知道？那你說裝潢都可以改，不好意思，那都要看過以後再解釋。他現在是看都不看，所以工業風會造成你的買方的受眾，你可能會不止少一半可能會少到剩下1/3。工業風就是這樣接受的很接受，喜歡的很喜歡。現在板上釘釘的事情就是什麼？就是它就退流行了嘛。它現在就是退流行了，所以它是什麼？它是有問題的，至少不被我們台灣主流裝潢市場所認可的風格。好，那工業風的話，導師有一招可以參考叫做部分工業風。部分工業風就是天花板現在新成屋交屋的那個管線有些會幫你整理的蠻漂亮的，就是你處理起來也不會有什麼問題。那有些是管線亂串到爆，那你就要去釘天花板，把它全部遮起來。那如果是一些也還好的就是看起來也算乾淨整潔的一些管線，不會弄起来很奇怪的話，那你天花板的部分你用工業風是可以的。有些人他會去漆，比方說都是白色，整間都是白色，但是他的那個管線天花板的管線他去漆橘色亮亮的橘色，然後另一根漆黑色，反正你遠遠看過去會覺得這個有點綴的效果，蠻漂亮的好，所以部分工業風的這種用法就好了，用在天花板邊邊角角，這還要看很多前提，還要看很多先決條件这個用工業風下去會不會落曬之類的。
好，那工業風哦，我說真的，我在拿到一間房子，我不會去裝潢成工業風。工業風哦，你光那面磚牆，這個你在外面請人家做，這個叫文化石哦，文化的石頭，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叫這個文化石。這個造價都是比較高的，你不如就是天地壁窗燈把它弄好，然後 IKEA 家具擺一擺，我跟你說更受市場歡迎。那一樣，我們就來看 AI 哦，來改哦，來爆改一間房子，來把它改成工業風，來改給你看。好，首先哦。來，你看一下這個哦，一樣我591上亂找的，這還不太好找嘞哦。好，來看到這樣子的屋況，就是中古那個牆跟天花板怎麼回事？很帥哦，還有那個地磚，很古老啊哦。然後這種看起來不像一般住宅客廳，這種看起來比較像里長辦公室，不知道。好，那就來改啊，哦，改完工業風變成什麼樣？哦，改成這樣。你看，他還幫你保留格柵的牆哦，然後格柵的天花板，行啊。改成這樣子應該沒什麼大狀況、大問題吧？改成這樣 OK 啦。這真的是看起來比較像里長辦公室哦，2代里長辦公室可能就會長這個樣子。所以一樣哦，我 demo 這些技法都是讓你以後不會那麼害怕去看到什麼，去看到那個一間屋況很差的房子哦，你就現場拍照哦，然後再這我講好多次了，每一集的這個系列都是叫你看房子現場直接用 AI 來改 Gemini 哦，改完以後你看你能不能接受。然後直接連招什麼？你下一題就問他說改成這樣要花多少錢？直接問哈，那他會幫你整理出來。好了，我們再來看下一個，這看起來這是超級里長辦公室的東西哈。好，來直接把它改成，這樣子有誰不行？這樣女生都可以哦。只是說這個比較，你看床頭上的書架不會這樣擺啊，床頭我們一般不會讓它再擺一個會有掉落物風險的東西哦。但是它這個鐵管這樣子凹，確實還蠻好看的哦。然後你看它的工業風的書桌哦，直接是焊的鐵桌哦，然後鐵抽屜，看起來是別有一番風味。然後軌道燈在這個地方看起來就是相當之合理，改成這樣有誰不行？哦 ，OK， 好，那我們來看下一個浴室，工業風的浴室，我也不知道，給 AI 自己去想辦法。浴室長這樣，好，來改成這樣，這個是怎樣？這是直接上美耐板嗎？還是微水泥？還是什麼哦？反正改成這種浴室應該 OK 啦，就算受歡迎的啦。工業風的元素就是這樣，我就覺得那個，你看那個洗手台的那個鏡子上面的那盞燈泡，工業風好像工業風的燈就是長那樣，然後鐵管啊，然後木頭 OK 啦，看好玩的哦。我以前都在請他改成北歐風、IKEA 風哦，今天我請 AI 改成工業風來讓你參考看看，就好玩啦哦。現在你就下載這個免費載都可以用哦，免費的都可以用。你去看房子的時候拍照，立刻請他改，就這樣。來，你認識律師朋友嗎？沒有的話，你馬上就要有了。我在高雄好不容易才認識的超強律師朋友介紹給你，聽好哦。婚前財產分配、婚後財產分別、買賣房屋糾紛、買到漏水屋、買到凶宅、預售屋廣告騙人、前屋主不肯搬走、仲介隱瞞事實、擔心合約有陷阱、樓上漏水不修、遺產分配不公、贈與小孩房子、擔心房子被詐騙、借名登記不肯還、遇到裝潢蟑螂、驗屋驗到想告人、室內裝潢糾紛、法拍屋糾紛、車禍賠償糾紛、家人遇到詐騙、土地被霸佔、遺囑相關問題、對付二鄰居、對付二房東、對付二租客。剛念的有中一個你就加了馬上就問。賴的 ID 是小老鼠 low help， 小老鼠 LAWHELP 加就對了，不要拖，法律事情越拖只會越難處理。祝你順利。